面具侠。 你到底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阿四，你没事吧？哥，快走！面具侠，走！快走！天牛，天牛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阿四呢？阿四呢？侠，天牛，天牛！喂，这城楼上挂着的2具乱党尸体，都看清楚了吧？我之所以让他们示众，一呢，这警示城里那些乱党蠢蠢欲动的余孽；二嘛，是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：抓住这2位乱党的是鼎鼎有名的滨江县城里的面具侠。你们听的没错，昔日与我疯豹子作对的飞天大盗面具侠已经接受了我的招安。你们想一睹面具侠的真容吗？下面我就请面具侠与大家相见，你们看清楚喽。告诉他们，你是谁？我是面具侠。告诉他们，
的身份。辫子军行动队队长。告诉他们，你的任务是什么？铲除乱臣贼子，永保大清江山。铲除乱臣贼子，永保大清江山。你们都听清楚了吧？凡是以我冯豹子为敌的，只有2个结局：要么死无葬身之地，就像他们；要么终究要臣服于我，就像你们崇拜的面具侠。没有第3条路可走。你们既然是大清的子民，就要与我一道，同仇敌忾。乱臣贼子啊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们大清江山永固不朽。真的是他，面具侠，是一个戴面具的人，但不肯定是面具侠。连损了我3员猛将，我非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不可。冯司令借面具侠之名行事，一是震慑，二是造势。看来，他复辟的脚步迫不及待地迈开了。现在，除非真的面具侠现身，才能戳破他的谎言，否则人心生变，革命成果恐将毁于一旦呐！真的面具侠。冯国辉利用笼锁，以假面具来迷惑视听，更残忍杀害革命党人，动摇军心。正如苗和谷所言，现在只有让真面具侠现身，才有打破谣言、重拾民心的可能。可真面具侠在哪里？他又会是谁呢？水寒冰的脑海里再次出现了丰泽耀的名字，是对是错？水寒冰决心一试。1000年、10000年，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。哎呀，你别喝了！你吻了我，我吻了你。你别喝了，你再这样子下去，他连理都不会理你了。在冬日朦胧的清晨，清晨在蒙苏里公园，公园在巴黎，巴黎是地上的一座城。小丑，丑更丑。你好好睡吧，睡醒就好。寒冰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看到眼前这一切，你熟悉吗？是不是觉得曾经发生过？
那天你把我绑到了这儿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戒指，向我求婚。你当时拒绝了我。是的，我说 shit。从我们在巴黎第一次在小河中相遇，我就总对你说 shit。可是你总以为我爱你，你感激我对你的救命之恩。其实那天我是在逃命，可你死命地抱着我，我没有办法，所以一起把你拖上岸。我那天跳河是为了殉情。冯泽尧，我特别看不起殉情的人。在我看来，人生远比一段儿女私情要辽阔得多。可很多辽阔的人生，都是从一段儿女私情开始的。比如呢？比如因为我爱你，我就想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变成你喜欢的人。为此我做了很多很多，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都变成了他。谁？这世间所有的浪漫都加起来，都抵不过出生入死这4个字。对你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爹要是还在的话，我可能会继续过这样的日子。可当我做好了那口棺材，我忽然明白，他就是他，我就是我，这只能选择一个。那你选择什么？我爹给我的绝笔信最后一句写着：低头买卖，莫问国事。冯泽尧，你根本就没有病，你也没有傻，你只是不愿意面对那8个字的家训而已，对吗？想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太难了。不难，只是你不想。冯泽尧，你不愿意做一个只低头做买卖、勿问国事的男人，对吗？看惯了大江大海，再看假山鱼塘，确实看不到他们的好。冯泽尧，我去欧洲，去苏联，看的都是大山大海。可是回来以后，看到了以前的你，你就像是假山鱼塘，所以你对我再好，我也只会拒绝。因为我想象不到，你除了花花公子冯泽尧以外，还会有别的样子。我带你来这儿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冯泽尧，我是水寒冰。对于你，我想好好的考虑考虑。你呢？你是谁？你想过怎样的人生？告诉我，冯泽尧。